今天你来做 B 超吗？就查一下我排卵的情况那种。哦，开始长了，但是还没有长出来卵泡吗？对，卵泡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每天上午都要测排卵试纸。好，策略常态性，那么就是24小时同卵，然后间隔24小时再来一次。3号我爸妈就来了。3、4、5、6，再到可能我爸妈到11号才走，是不是有点影响我对于？没有啊，你爸妈来了，我觉得也没关系。没有影响，应该还好吧？没有哪怕那么1秒钟想过要在家里完成。我觉得就是在父母身边这个事儿就不可能完成，就是很奇怪，就是你觉得太奇怪了。你的这个测试怎么样？我去看一眼，还是感觉比昨天更明显一点。我拍一张。爸妈还要来。哦，爸爸妈妈航班提前了。好，那我得赶紧。OK， 拜拜，宝。哦，一个人。姐爸妈。请把以上4个菜做菜、备菜的全部顺序和详细步骤告诉我。4菜全套。我爸妈他们上次来是2024年10月份吧，但那时候其实接触的也不是很多，因为我老去工作嘛，都是汤包带着他们玩。Hello，我帮你们拿吧。好，喝一瓶水呗。好，我来。你弄一个，我弄一个。啊，好，行。你有打火机吗？啊，我问了，但是他们这儿不卖。这个蘑菇也太烧了吧！你父母有催你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哥现在有2个小孩，一个8岁，一个快6岁。那你哥哥生了小孩，其实你就没那么大压力了，我觉得是，其实是抵挡了很久。是吧？小鹿在家做饭给你们吃。我说走路他没来接我们。对。到上海还能吃到姑娘做的饭，很幸福。是第一次吗？是第一次。第一次吃，我天哪！那我爸妈呢，对于小孩这个事儿，他们也是会说，哎，怎么着，但是他们好像理解，就是他觉得你要忙你的工作，所以他其实是对这个事情是很有这个尊重的。你妈妈也说，这个5一假，小鹿得闲，带一点家乡的这个特产过来，做一点家乡菜给你们吃。太好了。主要是你们长时间也不在家吃嘛，不然的话，如果能长时间在家吃，我都可以来做了给你们吃。可能他们也很希望我们加快一点速度，但是因为现在我长得也比较大了，他们也没觉得自己真的需要来催我什么的。但是我说我比你急，你不用急了。墨尔本，我就估计他还会有呢。哎呀，你的饭做好了吗？好。准备好了。哎呀，不着急了。可以了，墨尔本已经欢迎了。我天哪！我天哪！这真是妈妈会带的菜。开了那么多。这是你奶奶做的饼，酥子包的。哦，这个是糯米粑粑。对。这是卤腐，这是蜂蜜、豆腐跟饵块，你们喜欢吃的饵块。这这吃剩的嘛？对。我们最后一顿，我们要来之前吃了剩的一个太心。哇，好，这么多吃的。好，我的肉快凉了，可以过来吃饭了。哟，炒的蛮好的嘛。可以个，可以。让我来尝尝。哎，这个咋会感觉渗出来好多水啊？汁。番茄汁嘛。番茄汁。这个忘记放盐啊。可以啊，你知不知道学做饭就是这样子，已经很好了。要鼓励一下子，要不然还有啥不做。我跟他现在准备，我们俩每天吃一个菜，就是既有肉又有蔬菜，炒一盘菜。对，这种。不是说你去体检了，告诉我一下体检的情况吗？体检我给你看看，我之前不是有那个输卵管堵塞，还有那个卵巢囊肿吗？今年没有了。哦，这样是让人非常高兴的事。对。
但我估计这个你怕是也看不懂吧？看不懂你念我听一下就行。我念给你听，我这样吧，我用那个美团买药的小团健康管家，小团健康管家，它就那个 AI 智能帮你分析你的这个身体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帮我分析报告。哇，你看我这个报告就显示我存在维生素 C、维生素 D 不足。这个是熬夜是对身体最不好的。是。然后汤包的体检结果有点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应该有点严肃，但是不知道，就是有点好笑。就是他检查出来的活性也不够强，受孕几率会比较低嘛。但是我们分析他有一个可能，就是因为他特别喜欢泡澡，可能就把这些烫死了。没那个夸张吧？对，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做检查之前泡了澡，泡过那种温泉的几个小时。那你过2天再去检查。对，所以我们就他隔了3周要去再做一次体检。还是比较焦虑，我感觉焦虑，你有些事情你越想是要成功，有些时候还不一定，就顺其自然一点，放松一点，就该记的记一下，该放松的放松。妈，你们那代怕不存在什么备孕这种说法？不存在，那个时候你生育能力太强了，单把金属。那个时候你生育能力强是啥呢？家头做出什么就吃什么，种出什么就吃什么。我们怀你跟你哥哥的时候就是土豆、洋芋。是吗 ？Only potato baby。还有我们那个时候，包括那些小孩，他们都不孕检嘛，就是怀了自然就慢慢生，就从来不觉得生孩子要去医院是吧？感觉到那个时候非常害羞，像去医院里边是个生小孩是个特别害羞的事。害羞的事儿。害羞，对，害羞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但是形容生孩子害羞，我感觉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。我们那个时候见那个人勾着、瞎着一点，往前倾一点。就是不要让别人看起来太大。是怕别人羡慕，别人笑。不是怕别人看见笑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怎么又怀孕了？”消化了，自己就觉得害羞了。就是大家，只期待你有小孩，大家觉得哦，好。但是比如说前面的前续的所有过程，大家都假装它不存在，很难理解。好吗？对，假装它没有发生。就天哪，小孩有小孩，不知道怎么来的。我再给你倒一点茶水。茶水好。今天和爸妈相处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这不是第一次我跟他们相处的比较多，我之前也是一个人带他们出国旅行，所以我已经挺舒服的跟他们在一起。妈妈，你身体好一点现在吗？好多了，舒服多了。很新鲜的空气。前面的船是那个捡垃圾的船。哦，是吗？垃圾船是吧？对。我很专业，我这些船都认识。我就是看过，对，我每天看，我就知道。就我觉得家里人在，对长辈在，你还是得让他们舒服，让他们觉得你很热情，很欢迎他们在这里。所以我感觉你现在肤色里都好很多。发光。发光的是发光，人像有光泽。汤包，我爸妈都很喜欢他，他就是有那种很奇怪的松弛感。我其实很佩服他，因为我觉得我都会尴尬，但他就是能相处得很好。想去逛奥特莱斯吗，妈妈？过几天再说。可以啊，你很喜欢的衣服，然后非常打折，非常便宜，质量还好，是不是？是。就明爷也会买打折的衣服吗？我只买打折的衣服，基本上。我去换那个运动的衣服。因为前段时间我不是去做了那个 B 超嘛，就大概这几天会到排卵期，所以我就每天就做那个排卵的测试。哇！哟，
这也太明显了吧！汤包，你进来一下呗。好。你看，就是。很红，similar to 这个。嗯。应该就很接近，应该就这2天。那是不是今晚我们我出去一下？我再确认一下是不是。来，我敬爸爸妈妈喝一杯，谢谢你们这次从宣威过来帮助我们。杯中酒，酒中情，杯杯都是真感情。哇，谢谢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或者应该说豆奶，杯中豆奶，豆奶中情，杯杯都是真感情。杯杯都是豆奶情。哎呀，哎，回去之前把你这瓶酒喝完。那真是有劳了。谢谢你把他家的酒瓶腾空。妈妈很会讽刺，一家人还挺幽默。一个不是反讽啊，你是正讽。小璐、小明，来，我跟你妈敬你们。哎呦，心想事成啊！顺其自然。好。我觉得妈妈真的是现在肤色好很多，精神状态也很好。怎么做到的？就是不焦虑。可能是因为不用考虑备孕吧。那是不容易焦虑。我现在就不焦虑，就是前天他们跟我说，你现在最考虑的是什么事？我说，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，我就去。就你哥家跟你家，你们2家都是这种。如果不需要，我在家里边做点饭给你爸吃，该怎么过就怎么过，饭该玩玩，该吃吃，该活活，就是这种。那你希望妈妈一直在这里吗？也不希望。我觉得妈妈一直在这儿，对她说也挺辛苦的，对我来说也挺是一个这种心理负担的。就你妈来看着你备孕，多吓人啊！哦，那个排卵嘛。很有可能就是明天。对，那明天的话是排卵期，那咱们就得现在订个酒店吗？但是有个问题啊，就是爸妈不知道这个事情啊，很尴尬呀。开会去吧。就是晚上开会的吗？耶。但是还有个事情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下午不是要去扎那个针灸吗？那个针灸扎完之后不扎。但是你看我们 book 了这个时间，改时间。不是，我是在想，那我跟爸妈也说了，明天约了那个医生，带他们去针灸，然后我们俩不灸吗？其实我觉得我搞一点针灸也可以。预定一个会议室。你不要讨论酒店的名字好不好？我什么酒店？我要订个会议室。Sorry。能泡澡的会议室。你看，我今天早上测的。哎，陈先生好，哎，又来了。今天我也带我爸妈来，你看看吧。真发假发？真发。真发那就很年轻了，头发比我头发都黑。染过了。从脉上来说还是不错的，稍微有点脾虚。他还有一些别的问题，我念一下啊。你说说，还有啥？颈椎。小洛他是非常关心我们的。叫我们每年要去体检1次，只要我们说哪里不舒服，他就赶紧去瞧，赶紧过来，他就给我们买飞机票的时候赶紧过来瞧。我先补充一下，我怕忘说了，就我爸是2015、16年，他在北京的时候，那一次他爸不是腿就站不起来了，他找一个北大的医生住了10多天，然后就站起来了。这个都不是大毛病，像这种一般扎个几次就会好一些了。带阿姨去那边坐着扎，好吧？那今天狠点啊！哦，扎过好多次啊，狠点，效果好。好呀。
好，来，哎，我俩的来了。我先给您最近看。怎么样？我最近啊，我那中药在吃着，然后我看看你最近的那个检查报告。这个是最近的，最近4月29号的。哦。4月29号。陈老师，这个针灸完之后是不是有些什么注意事项呀？就是2个小时之内不洗澡，其他都没啥。好。有啥特殊要问的吗？因为我查了一下啊，说这个针灸之后啊，24小时不能。没有。没事吗？不影响。哦，不影响吗？对的。哦，好的。不影响，这个没问题。好的，好的。咱们差不多8点半出发吧。好。因为今天晚上还有事。对，开个会。可以用这个装东西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用这个装，用那个黑色的包装。这也比较有戏剧效果。开会。先来个小偷，身份证、护照。来，过来。哎呦，谢谢我的母亲。谢谢妈妈。我身份证也在吗？这个是你不是不要私了说哪家给丢掉的？对，说就不要。就是这个我说的。对对对。喊爹出水的，这个瞌睡打对面问多呢。是啊。狗狗碎碎。哦，我以为。非常开心见证了你们第一次会议。对。紧不紧张？有点紧张。真的，没想到会。对，这么关注这个会议，对。我特别想知道导演组是怎么说服你们俩，就是在备孕期间拍成了纪录片，然后你还会配合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，反正是所有人都会面临，然后我们去公开面临这些事儿，其实我觉得虽然。有时候你会觉得啊，真的很尴尬，但其实，这个我觉得能给别人就是共情你，然后你可以证明这个事情是很常见或者别人能看到，我觉得是有很多好处的，而且对于我来说，说出来之后，其实这个问题或者这个尴尬。是变少了一些。哎，我就比较好奇的是，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告诉爸爸妈妈说，我俩出去生孩子去了？父母觉得负担是不是？会压力会更大吧？那父母就说算了，我俩出去住吧，是吧？应该会。我觉得妈妈都说了，就她自己怀上之后，就是觉得害羞。对，有点害羞。更别说我们具体去什么开个酒店，怎么怀上的这个过程？对。怀上了吗？没有。好，问一下这个过来人世明哥，你们那时候有没有就是认真做过备孕这个事儿？我也没想到我会跟我的好朋友问出这样的话题来。就我三个都是没有在计划之中，然后包括第一个还在备战08年奥运会，第一次也挺好玩的。然后就，因为我正在备孕的时候，备战还是备孕？不是备战，备战的时候，猝不及防。然后我跟莹莹，不好意思，又吵架了。然
然后呢，我那段时间压力非常大，反正有很多积累的事情。然后我当时我还记得妈妈打的，那时候我已经改口叫妈妈了，我们差不多1个多月没联系。明哥听清楚我问什么了吗？他只想说跟丈母娘关系好。对。我不是，我觉得三个孩子，我们都属于，意外惊喜，意外的。而且我想给一个好的建议，就是我觉得愉悦的心情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呢，当然自己多多少少有一些健身或者是一个运动状态，它会你的身体的那个 energy 或者会更活跃一些。吵完架就怀上了吗？也不是每次都吵架的，我们也有很愉悦的时候。OK， 懂了。我们来问辛迪，因为辛迪也可能会遇到这种状况。如果也遇到，就是你们要进入这种备孕的状态，但是又要顾及家人的感受，你会怎么办？但是我俩肯定是就是会做在计划内的。因为我感觉，如果桃儿有一天特别想给我生宝宝的话，一定是他特别爱你，他才会给你生这个宝宝，想让我们的爱延续下去。厉害。那我们要问一下那个子君老师啊，在这样非常急促的行程和心理的紧张程度上，其实是不是挺不适合？是的，就是在这种。像叫完成任务型的过程中呢，你的身体的叫神经递质，它其实是个应激激素，于是它就会影响你一直到卵巢的这种轴它的这个分泌。它一到了月经结束之后就去查那个日子，的这种监测要少，别每次都查，像考试一样，完成考试一样。压力满满，那个时候压力太大了，真的是对。那父母过来这一次，他们是不是有考虑？就是如果你们2个人有了孩子以后，那希望父母参与到？我肯定希望父母参与啊，肯定。但是我了解小鹿的想法也是，就是希望妈妈也过得好啊，因为妈妈其实特别的有那种怎么说负责责任心，对责任心，所以他觉得我们需要他是那种绝对会在，而且再到他自己都累，就是特别累。这就是中国的妈妈，对他就是太强了，不知疲倦的机器人。对，他就是一直在干活，然后你让他休息一会儿，他会说好休息5秒，又站起来。我们问一下观察团的朋友们，愿意接受自己就是父母来参与下一代的帮你带孩子这件事情的，请举手。只有3位。算是吧。4位。就是我觉着可能愿意也是有限度的愿意吧，就是说不是深度的参与的这种。搭把手。对，搭把手。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，主要是我觉得我爸妈其实也挺辛苦了。就是把我们这一批孩子养大，好不容易拉扯，对，好不容易拉扯大，他还要再经历一遍爸爸妈妈该做的事情，对待他们下一代。那我觉得，那我们干嘛呢？我自己也想跟我老婆一起去尝试着，就是好好去全程的去当一个爸爸妈妈。我觉得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你要让父母帮你带孩子，你必须学会很多事情看不见。对的，闭嘴。对，实际上如果大家在一起的话，难免会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。其实我们说，对孩子最好的教养的方式，就是要听他的父母的，不是听他的姥姥姥爷。尽管他们好像把你也养大了，他们会经常有句话：孩子怎么还养不大？我把你还养这么大呢，我这么养他有什么问题啊？但是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，就是责任是谁的？就是我们对孩子，他生病了，他将来有些什么责任，父母是推不开的。我们家3个女人，我妈、我女儿、我老婆，我没有地位的，就是我就是那种在扫地机器人还往下的那种。然后因为我和我老婆带小孩带得非常的细，我们很喜欢带小孩，我妈也很喜欢，但是就是学习和价值观和对社会的认知，我觉得这个是父母一定要去给到的。
这个是长辈给不了的，因为长辈有时候的观念可能还在以前的老一辈儿那种想法，这中间有看得见的，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对，多少有一点矛盾。对，这也是一个相处的一个技巧。但是我还是觉得，在父母愿意的前提下，小孩能给父母带来的那种治愈感，真的非常重要。他们很好，他们一家人都很会沟通，他们4个人都非常的会沟通，所以完全没有问题。基于爱的这个基础上，我觉得都不是什么问题哈。反正我觉得所有人都有这各种挑战嘛，我们也不是什么完美或者什么的，肯定是经常就是有矛盾什么的。但是我觉得主要是我们有矛盾这些，我们会沟通，然后可能都彼此有那种概念。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有逻辑的人，他不会乱做事情。我不懂的话，肯定是我就还没了解到重点在哪儿。然后我懂那个逻辑之后，我突然就可以对。就是先反思型男人典型的，就是还是站在别人的角度上，总觉得就是觉得别人是对的。你们俩吵架吗？吵架。为啥事儿会吵起来？我想想，上一次吵架确实不是特别的那个频繁，不多是吧？对，不是特别多，像做荷包蛋一样的少。就是确实会有的，比如说小鹿，当时顺延的期间，他是那种压力大，忙的，就是真的是忙的，基本上他一直在路上的那种状态，然后。当时就是其实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责任，就是把他的生活有一些规律，还有安全感，还有保证家里没有什么大的事情什么的。但是我们都是人嘛，就是有时候你做的不好或者什么的，然后你也会有那种委屈，就是我真的很努力，但是我就是没有，我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对，你是又得回去那个字儿嘛，这个委屈为什么？然后了解他现在那个角度什么的，然后对。那时候你发火还是他发火？其实我们遇到问题，我们也是经常有那种。情绪不好，不说话。对，然后我们会不说话，就是你是，然后我们会开始分析那个事儿。这样，我想问一下，是小鹿生气的时候多点，还是你生气的时候多点？谁在笑呢？哎，这个其实我有点难判断。我觉得经常是同一个点生气，因为我做的事情是有我自己的原因，然后他是分析这个事情是另一个原因，然后是有这个差距，分歧，就是有一个冲突在那儿。和他不一样。对，有时候是隐隐做的我不舒服的，然后我先生气，或者是我做的隐隐不舒服的，他们两个是共同，一个是大家都。不同角度，对，他有个点非常好的是，他经常会站在小鹿的角度上去想问题，而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，小鹿可能会觉得，但不一定是每一次是他对，那不是，就是经常我们就是有这个差距嘛，他也得大概了解我在哪儿，我是什么想法，我为什么干了这个事情，然后他就是会理解，没那么生气，就是沟通的到了那个。点，然后在后面想，那我们会之后怎么弄？我是觉得世界足够挑战，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个人陪伴你经过这个人生，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宝贵的事情，所以就觉得得有问题的话得尽快解决。所以就觉得。我觉得他有一点做得特别的好，其实也是我们沟通里面的一个开关哦。就是当我们无法沟通的时候，或者生气的时候，常常人们会有一个念头叫做他怎么能这样？对吧？他怎么能和我想的不一样呢？但是他是什么呢？他为什么和我想的不一样？就是我俩是不同的，然后他为什么和我不一样？他很好奇。他去探究，所以他说小鹿有一个他的逻辑，我没明白他的逻辑，我来研究研究。其实这是对于不同的好奇，而不是排斥。
人家说了，世界上最幸福或者最成功的男人，就是一个总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自己的问题。这个其实很有道理，但是大多数人都做反了。站在自己的角度，都是责怪别人的问题。我不是说你啊，我感受到了。专门要说一句，不是说的是你。这不补这一句吧，没问题。补了这一句，哎呦，好好反省一下啊！我不舍得说他了，说实在。没有，老师该说还说，还是得说，还得说。不补这句都没说透。那我想跟世民哥说，就是当我们人有一种天性，对自己不理解的事情会往负面猜测，就会觉得，哎，你居然说我这个鸡蛋20年就煎了第一次，然后呢，他也会觉得说，你真的没有，就是两个人会容易往负面猜测，这是人性。但是我们刚才说的是，如果婚姻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就像是刚刚汤包说的，我就先假设他应该有道理，而且后面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初衷，所以我会去问你这样说一定有你的道理，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？这个方式让自己能够跨出自己的角度去看对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汤包这一段会带来什么热聊的话题。我个人觉得，就是第二个话题，我最近发现，其实这是一个挺重要的话题，因为我自己就是一直发生一些新的一些知识还有概念，所以我就是挺开心。其实很多这些大家都可以讨论，然后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备孕期间的朋友也可以多了解一下，对，挺有意思的。对啊，我都不知道有这个。不光有意思，刚才汤包说这个我都挺感动的。他意识到他做这件事情自己有点尴尬，但是对后来或者即将备孕的人都有好处。这件事情是做的有意义，包括不能洗热水澡这个之类的哈。主要是最重要的人站在了他那边，所以让他更好的去面对了。磕到了，祝福。来继续磕另外一块糖吧，那就是辛迪家里，好不好？淘淘跟辛迪的这块糖更好磕一点嘛。又来了，该来的总会来。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的突出贡献，共青团中央、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、王辛迪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5四奖章。哇！哎，小丽，你知不知道辛迪获奖了？我知道。对，荣获中国5四青年啊，5四青年奖嘛，还有金一鸣呢。啊，苏翊鸣是吧？苏翊鸣，我这脑子可不好了，还有苏翊鸣。我里面我就认识苏翊鸣。别，苏翊鸣跟我儿子啊，我说是这个意思啊，生人。不是妈，你吃完了哈，你那玩意去歇会儿去。不是，我是说那获奖人员名单里面。不是。那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今天早上王辛迪荣获中国5四青年荣誉奖章。人生就像一场戏，因为这个我没有，他有。想不到老不容易，是否更该去珍惜？为了小事发脾气，回头想想又何必？别人生气我不生气，气出病来不认气。我若气死谁如意？况且伤神又费力。你这小时候一看就幸福生活啊！你看我这背的多清楚。太好笑了。从这个家庭的一个主流线上，我应该是团长。这个团长，我自己认为应该是一把手，手里4个兵。辛迪是为我托底的那个人，基本上王辛迪在的时候，我活干的都比较少。干什么？你擦呀？不用，没用那边，你为什么要擦它呀？这边用了吧？那边也不需要你，你别动我的厨房。厨房真的是他神圣的地方，对，谁都不能进。以后都不许来我的厨房，听见没有，徐梦桃？知道了。你的双手是用来打天下的。哇！这家伙。然后呢，小丽也好啊，或者我妈也好啊，基本是都跟着我的。我说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说干嘛就干嘛，不要炒一大堆的菜，就是饺子、粥和小咸菜。行 ，OK， 走。倒香油了吗？淘淘不爱吃香油啊，那就别搁。
所以这4个兵，我爸其实是最难带的。老徐啊，门口有送来的鸡蛋，你取呀。爸，你还听啥？我给你放。又抽烟去了？你别出去了，来。别给我喊呐！我取鸡蛋呢，来鸡蛋了。啊，那行。抽烟绝对不行啊！他敢抽烟，你看我今天怎么盯他的啊？绝对不好使。我爸可爱抽烟了，我就肯定要制止他，因为身体健康这阵儿，我说绝对是红线和底线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马上我要公布好消息了。什么好消息？我们筹办了很多天，左联系右联系，这忙来忙去，只为了让我爸在明天能住院做上穿刺手术。妈呀！傻死！这是个好消息。你知道不好排队的，不好排队的，还特意的给你安排了一个就相对来说独立的一个空间。头几年穿过一次，夹出14、15块肉出来，先是打麻药了，它也疼。在健康面前，所有的事情都是零。这次没有我事了，我追抽烟去。你去哪个位置抽去？抽上我那位置。哎，爸，你那个药吃没吃这2天？没。那咋不吃呢？忘了。做一个穿刺手术还硬气了。磁共振是2号楼吧？2号楼负1。因为上一次是2024年他做的穿刺，然后也时隔2年了，所以我特别不放心。那我也给他安排了一个增强的磁共振。进去了。哎呀妈呀，太饿了。的记忆面包，弱弱奶酪，双线草莓，噔噔噔噔。还喝酸奶呢，太贴心了。这2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我爸保驾护航吧，全力保障我爸本次穿刺手术顺利。明天手术吧？明天。那充电器都在这儿呢。牙刷，那找啥呀？我摸摸兜，我找啥？你别给我扯，找烟呢。你怎么像间谍似的？这人呢？他是007。他是009，比007厉害。您的家属户口地址现在也是这个的，是不？对，是的。爸的那个核磁结果出来了。T-REX 评分4分，最高是5分。如果要是4分，就是有点恶性的这个倾向了。但是这个也不完全是准的，咱还得以穿刺为准。明白。那如果查出来这个它是恶性的，就是尽快能给他做了吗？对，是不？手术。哎，喂，潘大嫂，今年就4了哈。他上次做的时候是前年，以前是2，前年，现在是4。我们主要是想控制疾病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就是你想预防它的前列腺癌的发生。您的意思是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说预防前列腺癌？对呀，你这个东西咱看着未雨绸缪，打个比方，现在是2项。没有，你要是想预防它前列腺增生，我们可以说通过去吃药，但你想让它不长也不可能。男性随着年龄增长，他前列腺一定是越来越大的。那治疗几年能那个打比方治疗？你干啥呢，爸？你偷听啥呢？癌症的发展是很难预防的，这是第一个。再有一个，咱们目前检查结果来看，就算是的话，妈，我都想哭，我害怕。就是也是比较早期的。早期的话，我们做完手术应该是可以临床治愈的。我觉得能治愈不那玩意儿？我觉得是有这个机会的。咱这个前列腺小，咱这个我也害怕，有可能他俩这还是个良对的，良心。不是你别这样，你还没打进，你这种很紧张，但是你不能表现出来。其实你进去我不进去呢。你们要跟我我也要听啊。我会告诉你。我不用你告诉我，我要自己听。你这下你跟我犟啥呀？我不是犟，我就是要听。我就感觉要没有我爸，我都不想活了。5就肯定是癌症了。他说一般2不是，3就是可能是可能不是。
那他今年是4。这不是还没确定吗？那我也不希望他有病。小老头太烦人了。你再躺会儿吧。啥也没有健康重要，又买鞋又买衣服有啥用啊？这都不是你的了，以后。再歇会儿啊。你宁愿用科技去伤害牙，为什么也不？我们仨回家了啊。啊。好。我们仨回家了。回家。那回去呗。辛迪在这儿住。心里一回去没事。你别没事了，你就听话。告诉你没事没事。你就是因为太不听话了，短短的2年时间增大了，知道不？我按你平时聚会，好吧？我认为就是你们聚会的方式改一下子，哪怕唱歌都行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跟你那些同学聚会，在一起抽烟喝酒，没有一个喝酒，没有一个抽烟，就我。他们都告诉我，你能少点抽呗。大家都为你好，那为啥你一直坚持呢？这么固执呢吧？你这2年太吓人了。我现在不是吓唬你，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得等结果。但是你现在这个数值已经偏癌了。啥偏癌的？偏癌的手术啊？偏癌，懂吗？操，得做手术的。让你天天吃哈乐，你吃了吗？你有一次没？就是说我不盯着的情况下，你按时去抽血，按时去吃药，每天按时的，就是说少抽烟，这些你做过一件事没？你重视过一件事没？你这是你对你自己不负责，你知道吗？对家人不负责，你对家人负责吗？啊？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差你啥事儿了？去年都应该来，老说疼的，没病用来这儿啊。我感觉还是因为我督促的不到位，在哪儿呢？我每次他就是大夫说3个月后来复查，那我说实话，我确实是有点大意了。我感觉他就是每年测或者经常测都是良性，3个月我就忘督促他了。老说疼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你不用撞过去。老说疼，去年就应该让你来，我就心疼你了，做那玩意儿费劲。你说你还老说我操心病，我不操一点心行吗？天天告诉你让少抽烟，嫌我看着你，到哪儿都得抽烟，说我几百遍了，上千上万次，你有点脸呗。别哭了，爸知道了。他知道啥呀？知道了。给你纸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这个敢是阳性，你就死定，我一辈子我都不来看你。我都不理你，你怎么当妈妈的？就告你少抽点烟都做不到。我4岁幼年局我干了30多年，啊，我吃过那么多苦，我为了你们，为了这个家，我都没含过一句泪。这是跟我爸爸经常吵来吵去的，但是我非常爱他们。有的时候生气也是因为爱吧，我认为。又感动又好笑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现在上火了。你俩吃香蕉不？香蕉吃不吃？啊，这还有俩。谁敢说话？没有一个人敢说话，吓的。收拾收拾，咱回家，让他自己好好想想。太讨厌了。辛苦了。
辛苦了，别哭了。辛苦了，走，咱不理他，让自己反思。别哭了。他主要就是抽烟，你知道吧？人大夫说的，不是说咱俩说的。我也很害怕，我也特别害怕，就是当明天穿刺完以后遇到的结果是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结果？但是我也确实能看到爸他有点焦虑，因为他其实也害怕。哎，你想出去溜达一圈不吧？转转。哎，挺好，没有风，你看啊。我刚才说，我刚才出来也有风，就你下来没风呢。那人家不让你走远，你就是把烟稍微控制控制就行。为啥？徐木桃不让我给你买烟呢？你没看呢？哎，你就是在健康为基础的情况下，你随便玩吧。你可以干别的呀。旅个游了，溜溜达，和同学这帮老头老太太溜溜达。只要你能把这个烟和你不是真的吧？就咱家就只要是健康，你包括妈要去哪儿去健身房办个卡啥的，就这种健康的事儿，就花多少钱都不算钱。你这我说那意思，咱俩还没孩子呢，你有孩子你不更得了？哭他到处跑，你跑两下不行了。没事，我现在岁数大了，这速度还行，速度行，没事，速度没事。我也感觉你还真应该出去溜达一圈。冷呗？嗯，冷呗。哇，这白云挺好的。我给你照一张，给你发过去。我们两个在花园遛弯的时候，我当时想到的是父亲，因为我跟我的父亲没有过这种交谈。看我小时候，在海边。是谁呀？你呀？小时候。这肯定是我了。嗯。这也就是五六岁吧。我就是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过我的父亲，所以对于我来说，我感觉是有遗憾的。哎，这床你这角度行，我用给你摇起来一点不？他是，哎，说反了，我也不知道哪是哪个，我要试一下子。我对美丽，包括老徐，我就是把他们当自己父母。嗯，这就是。好，你看你非得自己加量。你问我怎么能做好一个合格的女婿、合格的儿子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我只是一点一点努力，向我就是感觉比较好的那种方向去做。小蓝帽一戴，真的很带派。时光慢些吧，请你不要再变老了。应该是不要再抽烟了。请你不要再抽烟了，我愿用我每个月的工资换你不抽烟。加油，爸比！我最担忧的就是说这个结果，我当时都想好了，我爸要是坏的方向，我是倾家荡产，我都要救他。咋样，老徐？看看，这是你来自你媳妇儿的眼泪。真是真夫妻哈。哦。真的假的呀？哎呦我天哪，太好了！妈妈，看他摆是没有事儿的，太费心了。嗨，老徐同志，哎呦，听说你按耐不住要回家的心了。妈呀，吓人一跳！你有病啊！给我吓一跳。我刚想说我你哪儿去了？
向阳而生，最主要的是充满生命力。我们是第一，耶！你能改变啥呢？排在第一位就是抽烟，那肯定会诱发这个前列腺长肿。切了得了。什么切了？待会儿走的时候跟大夫他们说话的时候要说拜拜，别说再见，非必要不再过来。再不见。再不见。拜拜不也是再见的意思吗？再不见。外边见。啊。又开始了。哎，我爸在屋呢。哎，我没抽烟，上楼没上楼，可以啊。我谁给你带着呢？哎，朋友们留着，今天再吃不了就他们哎，我那小丽男性朋友帮着遛狗。人家两口子媳妇给我发过来的，他媳妇人家媳妇给我发过来的。没劲。我是很积极的，希望他去找另一半的，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很着急，他不想。那你有做过一些什么事情？我怎么敢做呀？我是给他去相亲公司吗？所有东西我是随缘啊，随缘。哪有随缘？这东西不是说随缘就能那什么的？你这玩意儿，你手里有啊？手里有你推荐。现在有人给他妈介绍对象，完一介绍人，他妈一看，我的妈呀，60岁，他自己都50多岁了，介绍个60岁，他嫌人大。我说你还怎么这50多岁你还找小伙啊？你喜欢啥样的？首先，身高体重你肯定不太都是放后面的了吧？他还真不是。身体健康得。他挺吃颜值的。那就是你爸起点太高了。起点高有啥？长得是帅，人不行啊，对你不好啊。咋对他不好呢？我看眼睛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你见过我爸呀？虽然未谋面，对我的公公虽然未谋面，我也得说，你不没见过吗？你是见是没见过？我见照片老清晰了。那见啥前的照片？那我哪知道你得问他呀？不是你拿来。不是你给他看的，那我问他干啥呀？你拿来，我哪张？你咋说话怎么不靠谱呢？你他没对账号，你快点拿过来，他没看一眼没事儿，没事他自己爸有啥不能看的？没有相册啊。说实话，他爸爸我是不愿意去说的。以前不跟我谈，是因为他小，现在不跟他谈，也考虑是我想把这事儿都给忘记掉。我不想让我儿子接触到我跟他爸爸之间，或包括这个家庭的不开心的意思。我不想让我儿子去给我儿子去增添烦恼。我未见面的公公是怎么吸引你的？吸引我啊？那你说一下我听听。你肯定得站一样，你不帅呀，他帅。你不，你让他说啊，你说。你不能素未谋面，看着了就结婚想生孩子呢。他爸帅是一方面，最早的时候吧，那个年代跳啥呀？跳那个霹雳舞。哎呀我爸霹雳舞。他爸跳霹雳舞跳得非常好。你看你俩眼型是不是一模一样？你现在这样式的，你贴一下，一模一样。哎，你就看我爸那会儿的小穿搭，霸道总裁和他的儿子。1米多少？他爸是1.8米。其实小丽平时说的比较少，我希望她可能跟辛迪有更多的交流。你们聊过辛迪的爸爸吗？我们从来没聊过，我跟我婆婆没聊过这事儿。就是我感觉一件事啊，我能说吗？能说，因为我也是成年人了。你就说吧。就是小丽吧，内心有世界，但是嘴上表达这种，说实话是偏弱，偏不善于表达。就是你也比较直。晚上卡拉 OK 模式开启了你。现在还有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。有2个钮，不是有2个钮这样的，强制闭麦。像辛迪吧，我自己认为啊，实话，辛迪他是个看着不说话，但是你真跟他坐下来的时候，他是能给你完全能给你表达清楚的。我为什么说有时候我跟他沟通不了？不是，是，但是我说为什么？
是因为你始终没走出自己的舒适区。我认识你这么多年啊，都10年了，实话，在你身上我没有看到改变，就是你在表达上还有方法上没有改变过。我是这样的啊，我可以理解他的现在这种就是状态，就是保护色，包括他的独立呀，这些都是他的保护色。他可能因为他的婚姻不幸福等等都有。但是心里有一点我还不赞成，在哪儿呢？就是说，婚姻不幸福，啥叫幸福啊？一辈子走到天长地久的，就是已经。不要否定我。不是否定我，你就是否定我，你不要否定我的话，是这样的。那你们说吧。你看你媳妇儿，你又不说了。我还得说。不是你挑起的吗？你不要说我说的对与不对，对，我没有说我对与不对，我只是说他现在不提心理。不是。你怎么这样式儿呢？你老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让他解释。但是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之所以说这个，是因为，你看你又玩手机了。有人联系我。你玩吧。那我出去溜达去行吧？你去溜达去吧。我也不说了。哎，不行。哎，过来，过来。哎。还又生气了。我特别想听到我妈的表达，但我妈就没有表达，然后桃又很急，她就把我话抢回去了。当我再想表达的时候，她就开始不理我了，就开始玩手机了。但那一瞬间，我是感觉到没有被重视，所以我当时是有一点点情绪的。以前呢，我是爱说的人，但为什么后期我改变了？因为辛迪的奶奶是一个爱说的人，他奶奶是不容事儿的一个人。就因为我说出来以后，他是不会去理解我的。在他们家，你想多说一句话，他奶奶能把你吃了。妈呀，他奶奶相当厉害。那所以你就说你当时就看上人跳霹雳舞了，你也不说跟人家长接触几天。我跟你说啊，说实话，真的啊，当初。哎，桃儿，哎，别说了，差不多行了。你不用整这招，就是你了解吗？你不了解他的感情史，你也不了解我们之间的相处，你直接就开始否定我们每个人的发言，你认为尊重我吗？那你重新讲。不是重新讲，我不是说讲，我现在不是讲不讲的，然后你就开始笑，刚要开始表达，你为什么？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刚才就是。然后就像现在似的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又开始跟第三方开始说话。我跟你说话，你也不理我。我怎么没有理你？你每次说话我都很认真倾听啊。你坐过来。还有，妈，你也不要听了，你在这听啥呀？你们之间有什么？我们俩聊天呢。有什么可聊的？我俩不聊天，我俩说秘密，就不让聊。说什么秘密？你有病啊！后来回来，我其实也想听听我妈后来是怎么说的，就是想问一个事儿，就是我妈妈想找什么样的？我来，这我来。你俩收拾，你们俩收拾，我走了，你俩收拾吧。但她始终没有表达想找什么样的。走吧，咱溜达一圈去吧，走。你对你妈找对象这个事很着急。我着急，但是她不跟我说，主要是我着急。你说，比如我正常说，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？他就不说啊，我不找，我不要。我说我不能说我也着急啊，因为我也有我的妻子和家庭，我非常知道这个家人的感觉是什么样。下次我说话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不那样？能。所以我希望在我没有办法陪在他身边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可以跟他互相支撑，我感觉这个是更加重要的。辛迪也是第一次这样看到自己的日常状态吧？是。哎，你妈妈为什么不愿意就是跟你聊你爸爸的事儿？你觉得是为什么？我认为她就是比较抵触跟我爸爸之间的事儿。其实她的方式我一直认为是不对的，不是不提就能忘，而是说出来才能忘。他们两个人分开的原因，那你知道是什么吗？
后边有问过，但他每次都含糊其辞。我其实是一个特别高敏感的人，能感觉到他们之间微弱的变化。所以当我知道他们要离婚这个噩耗的时候，我没有表现得很震惊，我很平淡的就接受了这个结果。也就是那妈妈没有告诉过你，那你就等于和你爸爸这么些年没有联系。结婚，你爸都没有出现，也没有打过电话。没有出现，但是呢，我认为这个重要的事情，我还是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。所以我的妈妈也是通电话也好，或者亲自去家里边去找我的父亲。然后我的父亲当时也是很决绝的说，他不想来了。没说什么理由。我认为不需要理由，因为我非常能理解。哎，你这个理解有点和大多数人不一样。他就是你的父亲，当然是应该来。你怎么能理解他不来呢？因为我们长时间没有联系，他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来参加我的婚礼呢？他什么身份？他就是你的父亲。对，但是他为什么要拒绝呢？他是不是有他的难处？你问过你妈没有？我的妈妈就是说去了好几次，然后他们很强硬，然后很决绝的说不想参加。这个挺奇怪的哈。挺奇怪。我想帮Cindy说一句。因为我跟他其实非常相似的经历，我爸爸妈妈也是初一离的婚，跟他一样大，就12、13岁。然后刚刚辛迪去讲他跟他爸爸的感受，首先我想说，这样的父母他们的选择其实都有存在，就存在即合理。就是有人选择过好自己的生活，我其实尊重他自己在人生中的选择。这个对你来说很伤你吗？非常伤，其实非常伤哈。所以有时候我看桃爸的时候，是真的感觉到，他虽然有的时候很让人理解不了，很抽象，但是我还是感觉到桃在这个幸福的家庭里长大，就是父亲的作用角色是非常重要的。不遗憾吗？那个辛迪说，就是你此生不想再他不找你，你就不找他了吗？没关系，我感觉，哎呀，感觉跟体育一样，其实遗憾是很平凡的一件事情啊。只要你可以放下，那也挺好的。我是非常能放下。想要找到父亲，这个过程当中，妈妈有没有说阻止你，或者说不让你跟父亲联系？有的。那你潜意识里面有没有觉得你成长过程当中父爱的缺失，有没有怪过你的妈妈？有的，这个我从来不避讳，我是有的，因为我非常羡慕有的，就是父母都很恩爱的家庭，而且我一直以来对我妈妈和我父亲的概念还停留在小时候，他们都是对我很好的人。那这是你和你妈妈后来关系不好的原因吗？不是，我跟我妈妈关系其实一直都很好。你现在极力给你妈找对象，你是因为心疼她这么多年一个人，还是报答，还是什么？我是不想让她后悔，因为我认为不是说所有事情一定是心甘情愿的，她可能不愿意捅破这个窗户纸，但不是代表不捅破就是对的。所以我宁愿可能这个选择，我想替她勇敢地走出这一步和去尝试一下。所以你一直期待。还是会给一些推动，让你妈妈面对。是的，我都说了，我说如果真有这机会，我先替我妈去看看叔叔，我给自己先找个父亲。辛迪，哎，您呢对这个从小没有父亲是有一点怨恨自己的母亲的，然后呢又因为您之后结婚拿奥运冠军，您的妈妈为了您舍下自己这么多年的恩怨。去找父亲，但是却被回绝了。那么我觉得他每一次您让他去提，他提的心里是很难受的，因为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您和您父亲的关系，因为那是第三个人，是他不能控制的。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要先尊重他处理这件事的方法？因为我觉得我站在那个母亲的角度太难受了，因为提到这个人心里都是不开心。撕开很深的伤疤。对，我借这个姐的一句话哈，我觉得辛迪你要跟你妈妈相处的方式，
要做调整，你知道吧？嗯。你妈妈在你面前很复杂，觉得儿子奋斗到今天，他给你的又特别少，他是一个很孤单的人。跟你妈，你要给他一些温暖的语言，一些温暖的说法，因为他已经是情感上，我觉得就是已经像那个薄的皮儿都是捧的那个皮，不能再戳一点了，捧不住了。我觉得桃这点做的比你好。要改，谢谢啊！别以为是你的妈你就随便呲的，没有。我上期看了我都很生气，你对你妈这样，这期你又来这一套，你100个优点，这是一个缺点，孩子，你要改了你就完美。我知道你是有脾气的人，我不是有脾气的人，我看出来了，这期好家伙，你对桃都能。不是的，是不是你跟你妈其实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相处的方式？不是。我现在的跟他的沟通和感觉，就像我的表达可能是很强烈，我的表达越强烈，越是希望他给我回馈，他但凡给我一点回馈，我就不会那么强烈了。你说话软一点，怎么了？你就不是世界冠军了？我觉得小丽在你们家最对她冷的就是你。我妈太成功了。不是，你换一个方式，孩子。我的意思说，你妈就这种性格，你都10几年了，一直激她，你这人都击穿了，她也不改。不知道，我老很多人，哎呦啊，我是窦娥。窦娥，6月下雪。哎，我觉得你们之间不是近，那个远。我觉得你和你妈的关系没有那么松弛，就是你有的时候想当一个保护者，你有的时候呢会非常谨慎的说话，就你不会张嘴就来。然后你妈对你小心翼翼，你关心一下那个你在镜头里，你妈对你的动作小心翼翼。我感觉现在吧是一个错位的角色，是的，就是你更像一个家长，妈妈更像一个小孩。尤其到你现在，比如说家庭更幸福，然后事业更强大，然后妈妈的话语权就会越来越少，因此她要跟你沟通的这种能量也会越来越弱，所以以至于比如说你稍微讲一句话，她就不讲。你们得聊点没有目的的天，没有目的的天。就是你知道人怎么松下来，就是聊点瞎聊天，就没有说我这一段谈话就是为了你打开一个心结，不，就是瞎聊天。你注意一下，你跟你岳父岳母聊天，经常瞎聊天，还这样斜着给你岳父拍照片，一方面羡慕，一方面想你怎么不给你妈这样拍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这个心理，这个感觉就是说你在桃儿他们家特别像一个小孩，就是说是一个儿子的身份，但是你在你跟妈妈的相处过程当中，你只是一个男性角色。因为你就是你妈妈也不需要你，你也不需要你妈妈，就是因此造成了这种距离感。所以我现在找到一个平衡，什么方式？我抛议题，徐梦桃沟通。你看最后那一趴，其实我如果是今天没有看这个大屏幕的话，我其实在房间那一段我是不知道他们谈什么的，但是我发现他们谈的那一段可能就短短的5分钟，是比我之前感觉好几年跟他沟通的东西都要深刻。所以我感觉就是我每当想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只需要把题抛出来，然后让桃去跟他沟通。但是我要是当妈的，我要是不满足，我生出来的我儿子10月怀胎，就跟我说不上一句话，还得指着这个儿媳妇沟通，不行，孩子，你还是反思，你有问题。我想说一点，我觉得真的很钦佩他，因为你要知道他在那个时候经历了什么，叫3重的离别。第一个就是自己离开家，单独的去了训练队；第二个是父母离婚，家没有了；第3个呢是父亲再也不联系了，跟父亲的联系没有了。他作为那样的一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男孩子，是3次重大的分离，每一次对一个小孩子来讲都是无比难以承受的痛苦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他能够这么多年长成现在的样子，这么善良，这么温暖，替别人考虑，情商这么高，实在是我觉得很了不起，非常了不起。所以其实你的妈妈也很了不起，可以跟桃相处这么好。很多单亲的妈妈，儿子长大了，那个媳妇儿就是个情敌呀，那没法相处的，一干就是战争。那么这里面怎么办？
不要成为他生活所有事情的决策者。咱也别老一天到晚问他，你什么时候找个人啊？你想找个什么样的人？还什么时候嫁呀？因为那是他自己的生活嘛。然后我特别认同倪萍老师跟我说的，就是我一定会再改善我的表达方式，然后用我母亲能接受的方式去爱她。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作为丈夫的辛迪可以说是满分啊，真的。对呀，绝对包括做儿子做女婿都很好。但是这个满分你也别骄傲，没骄傲，我还敢骄傲。当时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比如说父母啊不听劝，就是子女该怎么去跟他们沟通会比较好一点？太好了，这个问题我也想问呢，魏佳老师。就是我跟我妈妈沟通，有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特别闭环。虽然我们可能有矛盾有争吵，但我们发现讨论到晚上的时候都好了。但是从第二天早上开始，又变成这个话题的起头了。所以我想问的是，我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应该再去怎么做？放弃掉每一次沟通完了关系就有改善这个想法，因为它是不能改变的。讨论来讨论去，现在就是你和你妈最好的状态，保持住，不要再往下就行了。在这个话题上，我觉得绝对是有的聊的，对吧？好了，我们来看看看完桃和辛迪这一段呢，我们会产生什么热聊的话题了。第一是如何看待离异妈妈完全不跟孩子聊爸爸。第二个话题是子女会想要离异父母找另一半吗？第三个话题是原生家庭缺少父爱，在另一半的家庭当中找到了。好，辛迪更想聊哪个？我其实更好奇第一个。如何看待离异妈妈完全不跟孩子聊爸爸？哎，这样的情况是多数还是少数？大部分会聊吧？大多数会讲一些，但是真的应该好好的去跟孩子聊这件事情。我觉得不聊会不会就是真有问题？是的，就是至少他不明了的事情就是没有把握力，他的就是总是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状态里。但是我还特别想提一点哈，就是。从妈妈还有儿子，包括其他单亲的家庭里头，都一定要转变一个定义，就是你从小到大不是缺失，是不同，你只是你这个家庭跟那个家庭不同，好，所以别把它当成一个无法对抗又不可改变的一种很惨的这种缺失啊，而是不同。明白。好，谢谢魏老师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观察团的投票结果。哇，果不其然。大家都投给了第一个话题哈，现在心情稍微好一点没有？好了，我觉得也非常好，能够通过这个 VCR 来看到自己平时日常的一个状况。好了，今天特别感谢老公团的3位来到我们现场，哇，你们也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，让我们了解了其实姐姐当家的另外一种不容易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守候我们这一期由美团买药冠名播出的爱奇艺自制综艺《姐姐当家2》。那下一周同一时间呢，我们在这里还是跟大家不见不散。谢谢，也谢谢我们观察团的朋友们，谢谢，谢谢。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，看病买药用美团，姐姐当家不怕难。这个就是我们中年夫妻我们的 AA， 就是自己花自己的钱。我早就想经济独立了。我们都希望小丽有一个人生的另一半，找这个太赖了，他含蓄了。说到重点跑了。我女儿说：“妈，我是没结婚，但是我也没离婚呀。”你们母女从来不能沟通，一沟通崩溃就得哭。你这个沟通方式，我们也是说多少有点领教。他想从我身上找那些愧疚感。那闺女，你平心而论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不想听，不想听，不想听，我已经不想听。我吵吵吧，每一天你都把我吵醒。如果将来有小孩了，对小孩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。他的问题3个月要的，有点难过，但是现在处理这个事儿是最好的办法。我做了一晚上的攻略，我觉得新疆很美，然后你可以在花海里面去奔驰。哇，好浪漫！为老邹的改变鼓掌，鼓掌鼓掌，真的进步了。哎呀，我妈挺喜欢浪漫的，我希望给我妈拍个婚纱照，快点亲我妈一下。对于我爸来说，他也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经历。
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， 享蒸汽映画 Max 高品质视听。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，多语言字幕，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。来爱奇艺投稿《姐姐当家2》二创视频，赢现金奖励，解锁100种追踪方式，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。上微博参与《姐姐当家2》全民观察团点评活动，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，百度一下你就知道。上百度 APP 搜索《姐姐当家2》，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姐姐当家2，百度文库全能 AI 内容获取创作一站搞定。姐姐当家2，百度网盘存住你的光芒。上百度搜索《姐姐当家2》，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。找工作上前程无忧51job，好工作好前程。用有道词典 AI 同传，外教课堂轻松听懂，跨国会议无碍沟通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感谢手机合作媒体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，感谢百度 APP、百度娱乐、新浪新闻、百度百科、百度文库、百度网盘、前程无忧、网易有道词典、智宇、成果娱乐、环球在线、影视聚焦、咸鸭蛋生活、驴火娱乐、异样飞行、扬子夏、猫扑娱乐、环他娱乐、小八娱乐对节目的大力支持。爱